太阳烧了46亿年了，为什么还没烧完？今天讨论的话题跟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，没有它，你我活不过1秒，所以请认真看完。你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惊人的数据，太阳每秒钟都在经历剧烈的减重。具体减了多少呢？答案是大约550万吨。这相当于每秒钟就有大约90艘满载的航空母舰在太阳的烈焰与风暴中瞬间消失。这550万吨的损失主要由2部分组成，其中大约420万吨是太阳通过核聚变反应将质量直接转化成了能量，剩下的约130万吨则是太阳通过猛烈的太阳风将带电粒子直接喷射到了宇宙空间。每秒钟减重550万吨，这种消耗速度听起来是不是像个挥金如土的超级败家仔？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败家仔已经这么烧了整整46亿年了。46亿年啊，那可是漫长到让人绝望的时间跨度。从地球诞生到生命萌芽，再到恐龙称霸又灭绝，最后到我们人类文明的崛起，太阳一直就这么稳定的、疯狂的燃烧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太阳的家底儿到底有多厚？它每秒损失这么多质量，为什么烧了46亿年还没烧完？它是不是藏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续命大招？要解开太阳烧不完的谜团，我们得先从它的体重说起。太阳的质量那真的是大到了超出人类想象力的极限。根据天文学家最精确的测算，太阳的质量大约是 1.989 乘以10的30次方千克。这个数字写出来就是 1.989 后面跟着27个零，简单点说就是大约2000亿吨。这个质量占到了整个太阳系总质量的 99.86%， 剩下的那点可怜的 0.14% 才轮到8大行星、卫星、小行星和彗星们去分。我们先来算一笔账，按照每秒钟损失550万吨质量来算，46亿年下来，太阳总共损失了多少质量呢？大约是8乘以10的26次方千克，听起来很多，对吧？但如果你把它拿来和太阳那2000亿吨的总质量相比，你会发现在过去的46亿年里，太阳仅仅消耗了自己总质量的约2500%，也就是大约 0.04%。即便我们只看核心参与反应的部分，这个比例依然低得惊人。所以从宏观质量的角度来看，太阳烧不完的第一个原因特别简单粗暴，因为它实在是太胖了，家底儿厚的离谱。相对于太阳那巨无霸般的体重，它每秒钟损失的那点质量，简直就像是一个体重200斤的壮汉掉了一粒皮屑。但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全部答案，那我们的科学探索也就太肤浅了。真正让科学家们着迷的，不是太阳胖不胖，而是它怎么烧。同样是核聚变，为什么我们人类制造的氢弹，一旦引爆，几微秒内就会释放出毁天灭地的能量，炸个精光？而太阳却能像个温顺的慢炖锅，细水长流地烧上100亿年。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宇宙中最精妙的物理机制。要搞清楚这个问题，我得把你扔进太阳的心脏去看看。太阳的核心，那是一个压力巨大、温度极高的地方，那里的压力相当于3000亿个大气压，温度高达1500万摄氏度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物质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固体、液体或气体，而是变成了第4种状态——等离子体。在这里，氢原子的核，也就是质子，正以极高的速度四处乱撞。核聚变的原理其实不难理解，就是让4个氢原子核聚变成一个氦原子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虽然4个氢核变成了氦核，但你会发现氦核的质量其实比4个氢核加起来要轻那么一点点，大约轻了 0.7%。就是这消失的 0.7% 的质量，根据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的平方，转化成了每秒420万吨的质量亏损，并释放出惊天动地的能量。因为光速 c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， c 的平方更是大的惊人，所以哪怕只有一点点质量亏损，释放出的能量也足以让整个世界颤抖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虽然1500万度听起来很高，但对于核聚变来说，它其实太冷了。质子都带正电，它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静电排斥力。在经典物理学的视角下，
要想让两个质子强行克服这种排斥力撞在一起并融合，需要的温度至少要达到10亿摄氏度量级。1500万度对上10亿度，这中间差着几十倍呢。按照经典物理的逻辑，太阳核心的质子们根本没力气撞到一起，太阳根本就不应该被点燃。这可就成了科学史上的一个大尴尬。理论上太阳不该亮，但它偏偏亮了46亿年。到底是谁在暗中帮忙？答案就是微观世界的终极魔法——量子隧穿效应。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，微观粒子们的行为是不确定的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质子想要撞击另一个质子，中间隔着一座高高的能量大山。在经典世界里，如果你能量不够，你永远也翻不过去。但在量子的世界里，质子就像学会了穿墙术，即便它的能量不足以翻过大山，它也有一定的概率直接从山底下穿过去。这就是量子隧穿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穿墙术，太阳核心的质子们才得以在低温状态下完成聚变。但这个魔法有个副作用，那就是成功的概率极低。不仅如此，即便两个质子幸运地穿墙撞在了一起，它们通常也会在一瞬间弹开。只有在极其罕见的瞬间，其中一个质子会发生一种叫做弱相互作用的转变，释放出一个正电子和一个中微子，从而变成一个中子。这样，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才能结合成稳定的刀核，聚变反应才算真正迈出了第一步。这一步的概率低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在太阳核心，一个特定的质子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成功聚变一次，平均需要等待几十亿年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是多么漫长的等待啊！如果太阳里的质子都像氢弹里的燃料那样一碰就炸，那太阳确实会瞬间变成一颗超级大炸弹，把整个太阳系炸得粉碎。但正是因为量子隧穿和弱相互作用的概率极低，给太阳的核聚变加上了一把天然的、极其精密的减速锁。太阳之所以能稳定发光，是因为它虽然每次聚变的概率低，但它拥有的质子基数实在是太大了。这就好比一个中奖率只有1/1000的彩票，如果全世界每个人每秒钟都买10000张，那每秒钟依然会有很多人中奖。太阳就是靠着这种极低概率乘以海量基数的算法，实现了每秒钟既能释放出维持地球生命的能量，又不会因为反应太快而把自己给炸了。这种精妙的自控机制简直是宇宙的神来之笔。相比之下，我们人类制造的氢弹是用一颗原子弹当雷管去引爆的。原子弹爆炸瞬间产生上亿度的高温，强行跨过了那个能量门槛，让聚变反应在瞬间全面爆发，所以它才会轰的一声就没了。而太阳，它更像是一个极其节俭、精打细算的管家，每次只拿出一丁点燃料来烧，细水长流，这才保证了我们地球有长达几十亿年的稳定演化环境。那么，既然太阳这么耐烧，它是不是真的永远都不会烧完呢？当然不是。虽然太阳很胖，家底儿很厚，但燃料总有耗尽的一天。根据目前最前沿的天体物理模型计算，太阳现在的年龄大约是46亿岁，正处于它生命中最稳定、最强健的壮年期。它体内的氢燃料还足够它再稳定的烧上大约50亿年。不过，我们要面对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，虽然太阳还能活50亿年，但地球的好日子可能没那么多。随着太阳核心的氢不断变成氦，核心的压力会增加，导致太阳的核反应速度缓慢加快。这意味着太阳每过10亿年，亮度就会增加约10%。别小看这10%，大约在10亿到20亿年后，增加的阳光就足以让地球的海洋全部蒸发，温室效应会彻底失控。那时的地球将变得像现在的金星一样，不再适合生命居住。所以留给你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请珍惜眼前的每一天吧。而到了大约50亿年后，太阳核心的氢会彻底耗尽，这时候太阳会经历一场巨变，核心会因为失去热核反应的支撑而坍缩，温度会进一步飙升，直到点燃更重的元素氦。这时候，太阳会像吹气球一样迅速膨胀，变成一颗巨大的红巨星。那时的太阳会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它会先后吞噬掉水星和金星，甚至连我们的地球也可能被它卷入其中，化为灰烬。即便地球侥幸没被吞噬，那时的太阳也会占据半个天空，大地将被烤成一片焦土。
在红巨星阶段结束后，太阳会把它的外层大气抛向宇宙，形成美丽的行星状星云，而它的核心会剩下一个只有地球大小，但质量却大得惊人的白矮星。这颗白矮星没有了核聚变，只能靠着余温在冰冷的宇宙中慢慢冷却。这个冷却的过程极其漫长，远超目前宇宙的年龄。科学家估计，至少需要经过千万亿年甚至更久，它才会彻底冷却，变成一颗冰冷黑暗的黑矮星。那是太阳最后的归宿，也是它为这个星系奉献完所有光和热之后的宁静终点。总结一下，太阳每秒损失550万吨，质量却烧不完，原因有2个。第一，它有着惊人的约2000亿吨的初始质量，46亿年的消耗对它来说只是9牛1毛。第二，量子力学的量子隧穿效应和极其罕见的弱相互作用，给它的核聚变反应踩了刹车，让它能以一种极其缓慢、稳定的方式慢炖。这种宏观上的大与微观上的巧结合在一起，才造就了我们这个充满生机的世界。太阳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，它更是一个精密调控的宇宙杰作。每当夜晚我们仰望星空，看到的那些闪烁的星点，其实每一颗恒星都在上演着类似的奇迹。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喜欢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